大家好，欢迎回来在家做生鱼片。很久没有吃酱油蟹了，今天来大溪渔港买螃蟹。这个是牛角蟹，有人叫黄金蟹，它背盖上的图案很像牛角。我买这个最大尺寸的，这个尺寸全都是公的，没有蟹黄，但是肉很多，吃起来很爽。我最近吃太多膏啊黄的东西了，就吃一些蟹肉就好。这个牛角蟹是拖网船捕捞的，所以经常会看到断脚的情况。它从海底捞上来就差不多都死了，立即冰起来放到摊位上卖，当天或隔天吃掉还是很不错的。这卖相没有三点蟹、花蟹来得好，但牛角蟹相对便宜，想要来一顿酬霸就挑这个。旁边还有卖脚虾跟虾母，顺便买一些鲍鱼，这个是养殖的活鲍鱼，回去处理一下，跟螃蟹一起腌。之前看新闻说大溪渔港这边的摊贩要清除，其实没有，一直都有在营业，这里没有什么改变。做酱油蟹的关键就是那个酱汁，因为鲍鱼跟螃蟹本身没有味道，鲜味比较浓而已。但是只有鲜味是不行的，需要由其他味道一起带出来，所以酱油就很重要了。酱油的品质好呢，整个体验就会拉高很多。我先准备一些蔬果一起煮酱汁，我是用洋葱跟苹果来增加一些层次感，一点姜、昆布、干香菇，还有一些清酒。今天打算用裕泰白酱油来做，这个酱油我姐姐很喜欢，她好几年前给过我一瓶，当时听说很难买，我就送给我岳母了。酱油公司最近扩厂了，到货时间缩短到10天，很容易买了。他们有通过 ISO 22000认证，100%自产自销，没有掺别人的酱油，使用的是非基改黄豆，没有防腐剂，也没有加焦糖或色素来调色。它的颜色比较淡，是一种琥珀色。会这样是因为原料里的小麦加的比较多，天然就是这个颜色，不是掺水稀释变成这样。那如果你懒得弄得那么麻烦，也可以直接就用这个裕泰酱油做，不用熬煮，我试过，味道也很棒的。那这个牛角蟹是拖网捕的，底层泥沙比较多，要多刷洗一下。老观众可能知道，我通常试吃生鱼片都是用死咸酱油或是盐，加一点点提味，带出鱼肉的气味。因为我吃过的生鱼片太多种了，数字已经无法估算，很多鱼肉吃起来都很像，基底接近。为了分辨出鱼肉细微的差距，评测的时候必须要放弃比较爽的吃法。但是平时吃饭或是朋友来拜访要弄生鱼片给他们吃，熬煮的酱油就是比较受欢迎的。做法也很简单，就是在酱油里面加清酒冲淡咸味，加糖或昆布增加香气。昆布放得够多，还能补救一下某些平淡无奇的鱼肉。我有试了裕泰白酱油沾生鱼片吃，本身味道就很好，我也不用熬，味道清爽不抢味，也不死咸，不会遮盖鱼肉原本的味道。一次吃很多生鱼片的时候，沾这个比较不会腻。有兴趣的观众可以点选影片资讯栏的连结，裕泰也有实体店面可以参考看看。这个是活鲍鱼，它们会紧紧地吸在任何的平面上，不要硬掰，从边边稍微撬开一点就会分开了。直接生的挖掉壳会很难弄，感觉也比较残忍。用滚水烫1分钟，送它上路，再捞起来去壳就会容易很多。烫熟了，用汤匙刮一下，就整个下来了。绿色的这个是鲍鱼干，先取下来，这个不能一起腌。这里有一个管状的，就是嘴跟消化系统，这个丢掉不要。旁边这个黑黑的要不要刷掉，看你爽。吃下去其实也没差，刷掉好看很多，但是容易破坏鲍鱼。你可以先腌制，腌制完再用纸巾擦，就会非常轻松的弄掉那些黑黑的。这种体型的鲍鱼我很喜欢这种做法，基本上算是生腌，只烫一下下，这吃起来会很软，不会像有些冷冻过的进口鲍鱼吃起来硬到爆。处理好之后放冷藏吹风，吹干就跟螃蟹一起泡进酱油里。
酱油汤汁放凉之后就可以腌了。我看有些人是螃蟹直接腌，要吃之前再拆开处理。蟹壳先打开再腌制，必然会损失掉一些膏黄，但剪掉蟹鳃更干净卫生。先检查有无异物，降低风险。而且螃蟹身体里面的液体混着海水，通常会很咸，水分倒掉才不会改变酱油的味道。我总共用了5瓶的裕泰酱油，没必要把所有的酱油都拿去煮，只要一小部分煮出配料的味道就好了。汤汁熬煮好，放凉，再加酱油混在一起。如果口味偏淡的人，可以加一些煮滚过的白开水。螃蟹、鲍鱼放冷藏腌制，至少要放个2天才比较入味。来煎个鲍鱼干慰劳一下自己，这个是不能放的，当天就要吃掉。煎熟的鲍鱼干有一股很难形容的香气，煎的时候内脏里面的汁液爆出来，超香的。加点白酱油就好，不能太厚重的调味，不然会盖过鲍鱼干那种微苦回甘的味道。就是一个简单朴实的配菜。白面条再加酱油，再加一点辣椒酱，这样子搅拌起来就非常香。快速的慰劳一下自己。经过48小时了，等一下要吃酱油蟹，我还准备了烟仔虎腹肉。今年的烟仔虎出现得很晚，一直到接近1月才比较有量。这个是光荣定制网拿的，我拿了2尾3公斤的，只吃这一段腹肉，其他都做石雕团会员抽奖了。这个烟仔虎超肥超腻，来做一个酱油渍。有些鱼的鱼油太厚重，很容易氧化，变成类似有一点腥的油蒿味。先泡酱油一段时间，鱼油跟酱油混在一起，至少30分钟，会有一种转化效果。但关键是酱油不能太咸，我以前都是加清酒来冲淡，这个裕泰白酱油直接加就可以了。这个是冬天才有的特肥烟仔虎，把它排列整齐，倒入酱油，确认都有泡到，放冰箱1小时。现在螃蟹已经腌2天了，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，我去买了这种塑胶饼干盒，把腌好的酱油蟹用盒子装着，酱油汁也一起倒进去，整盒冷冻就能保存一阵子。吃之前放冷藏1天，解冻就直接吃。虽然冷冻过的蟹肉会变得比较软烂，但寄生虫或细菌的风险也降低了，这样就比较没有安全疑虑。我想寄给频道会员们试看看。没吃生螃蟹，不知身体好不好。那有的公蟹的膏都散掉了，跟酱油混在一起，稍微美中不足。但是身体很厚，肉很多，蟹脚里面肉也不少。我昨天有试吃1只了，酱油的味道很不错，比我之前做的都好很多。我多倒一点在盒子里面，会员可以试试看味道。酱油里面飘着的就是蟹膏，不是什么奇怪的东西，不要太担心。接着来弄我自己吃的，把螃蟹从中间剪开，也可以剪成4等份。在剪的时候，蟹肉就已经被挤出来了。这个壳变黑了，可能是没有完全进到酱，氧化变黑了，里面没有东西就丢掉。蟹脚先剪断，吃起来比较方便。加一点白芝麻，随便你爱加什么加什么。最近迷上了花椒油，
也加一点。最重要的是要有热白饭。哇，很油哦，盖住那种酸的味道，哇，非常好吃，再一块。Nice.